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社长带你看日本。大家好，我是社长刘洋。大家都知道啊，日本的京都是举世闻名的历史古都，而社长今天来到了一座比京都更加古老的城市——奈良。公元710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安京，也就是如今的奈良，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知名的奈良时代。这个时期的日本深受中国盛唐文化的影响，从而出现了日本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局面。如今的奈良依然可以看到许多修建于8世纪的建筑，而在这其中啊，由鉴真和尚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更是被奉为国宝。社长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鉴真和唐招提寺的故事。位于奈良市五条町的唐招提寺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本山，最盛时曾有僧徒3000余人，在日本佛教界有着崇高的地位。这座具有中国盛唐建筑风格的寺庙，在1998年作为古都奈良的文化财的组成部分，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唐招提寺始建于公元759年，距今已经有1260多年的历史。这是什么概念呢？比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建筑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还要早20多年。所以唐招提寺是完美的重现了唐朝时期灿烂的建筑艺术，是日本在奈良平安王朝初期全面取法大唐的见证者。可以说，唐招提寺是古代日本对于中国唐代文化的崇拜达到顶峰的一个象征，而日本对大唐的这种崇拜，则源自于1300多年前发生的一场海战。公元663年，日本的天智天皇率领上千战船出征朝鲜半岛，与驻守百济的大唐水军在白江口这个地方发生激战，史称白江口之战。驻守百济的大唐水军虽然只有不到200艘战舰，但都是蒙冲巨舰，放在现在就相当于巡洋舰的级别。而日本这1000来艘战船啊，多是多，但全都是小型快艇，对上大型战舰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啊！白江口之战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唐军在不损失一艘战舰的情况下，击沉日本战船400多艘，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打退了日军。而这也正是此战之后，日本才真正意识到了唐朝的强大，开始了对大唐的全面学习。日本厉害啊，就厉害在这点。按理来说，中日两国白江口一战，日本死了这么多人，他应该恨中国才对，但是他没有，他觉得你比我厉害，好，我服，我跟你学，我要跟你一样厉害。所以，同样是面对外来入侵，中国会纪念鸦片战争的8国联军吗？那怎么可能？我们得纪念林则徐，而日本呢，纪念的是开着黑船轰开他们国门的美军海军提督佩里，还专门在他登陆的那个地方立了纪念碑。日本民间甚至还会组织黑船祭，以感谢佩里给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明。我们从南大门进来往里走，就来到了唐招提寺的金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雄宝殿，寺庙的主殿。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啊，对中国唐代建筑的研究来说啊，没有比唐招提寺的金堂有更好的借鉴了。这是一座单檐5殿顶建筑，正面7间，侧面4间，坐落在约1米高的石台基座上，屋基两端装饰巨大的螭尾，完全是中国盛唐时期的建筑样式。金堂是全世界唯一仅存的奈良时代的大规模佛殿木造建筑，包括安置在堂内的卢舍那佛坐像和千手观音像，也全都一并被认定为日本的国宝。唐招提寺的金堂曾经在1998年进行过一次落架大修。何谓落架大修呢？就是将整个建筑完全落架解体，再重新组装。在这期间啊，工匠们会把每一片瓦片、每一块木料，包括国宝千手观音像的953只手臂都一一拆下。为什么不是1000只啊？我也不知道。然后编上号并拍照定位，最后再精准的重新组装成1200多年前的样子。整个修缮工程耗时11年，一共卸下了4万多片瓦片和2万多块木料，拍摄了4万多张照片。日本 TBS 纪录片《金堂平成大修的4000天》详尽地记载了这艰辛而又卓越的修缮过程。工匠们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可以让金堂再屹立1000年不倒。我们再说回日本自白江口之战后进入了全面唐化的时代。
在这期间，日本共向大唐派出遣唐使19次，这其中呢就包括了根据楷书的偏旁创造了片假名的吉备真备，以及根据草书的偏旁创造了平假名的空海和尚。在这些遣唐使里，最著名的是一位叫做阿倍仲麻吕的留学生，而他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做曹恒。没错，就是那个和李白、王维是铁哥们儿的曹恒。看看人家这交际圈。阿倍仲麻吕在唐期间备受厚遇，官至客卿，荣达公爵，与李白、王维也都成了莫逆之交。然而他的思乡之情未尝稍减，却因玄宗皇帝极力挽留，未能实现夙愿。一直到仲麻吕入唐37年后，唐玄宗感念他的功勋卓著，才任命他为唐朝回聘日本使节，跟随藤原清和大使一行返回日本。任命一个外国人为中国使节，历史上是罕见的，这说明阿倍仲麻吕是如何的得到朝廷的器重和信任。然而归心似箭的仲麻吕却遭到了命运的捉弄，他的船队在归国途中遭遇了风暴，藤原清和大使和仲麻吕所乘的船被风暴吹到了越南，与其他3船失去联系，就连好友李白都认为他已经遇难，悲痛地写下《哭潮清衡》这首诗来悼念他。好在仲麻吕吉人自有天相，最终成功脱险，辗转回到了长安，但也就此断绝了回日本的念想，决定终老大唐。正所谓造化弄人，仲麻吕自己虽然没能回到日本，但船队的另一位更著名的人物却坐着副使的船，成功抵达了日本，完成了他传法扶桑的宏愿。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创建了唐招提寺的鉴真大师。我们绕过这个金堂，在它的后边呢就是讲堂，在这个讲堂的两侧还有钟楼和鼓楼，那边是钟楼然后呢这边有一个鼓楼。寺庙里建有钟鼓楼的事情是从唐朝才开始的，所以后边呢才逐渐形成了有寺必有钟的传统。这个面宽9间、单檐歇山顶的讲堂也是日本的国宝，它原是建于8世纪初的平城宫的朝堂。在建寺的时候，由皇家施舍后迁入寺内，是平城宫留下的唯一的建筑物。讲堂内有一尊涂漆加色的弥勒如来佛像，佛像两侧有2个外形似轿的小亭，是当年鉴真师徒讲经之地。讲堂庭院里的藏经阁收藏有1200多年前鉴真从中国带来的经卷。那么这位令日本人十分崇拜的鉴真和尚究竟是谁呢？他的故事要从中国的扬州开始说起。公元688年，鉴真出生于扬州，俗姓淳于。他14岁出家，先后在洛阳和长安2地修行。鉴真十分勤学好问，广览群书，除了佛经之外在建筑、绘画，尤其是医学方面都具有很好的造诣。公元713年，25岁的鉴真回到故乡扬州的大明寺继续修行。45岁即成为大明寺的方丈，受其传戒者超过4万多人。佛教自隋唐传入日本后便大为兴盛起来，但直到鉴真东渡之前，日本佛教还很不成熟，戒律制度呢也极不健全，导致日本和尚在出家之后喝酒吃肉放高利贷，没有一样不干的，素质是非常的低劣。因此，当公元733年日本第9次派遣唐使来到大唐时，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邀请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传法，帮他们的和尚整顿一下纪律。这时的鉴真已经54岁了，放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高龄，再加上那个年代的造船技术十分不发达，海上航行其实是件非常艰难和危险的事情，因此鉴真的弟子和朋友们都纷纷劝他放弃东渡日本。这是为了法，纵有渺漫沧海隔绝，生命何所惜？大家既然不去，那么我去。这是描写鉴真和尚渡日传法的经典著作《天平之盟》里的句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鉴真为了真正的佛法可以普度世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决定东渡日本之后，鉴真便着手准备造船，但没想到整个过程历尽艰辛，屡经磨难。鉴真在11年间先后进行了6次渡海，前5次均以失败告终。前5次的尝试，鉴真的船队要么被海浪击沉，要么被大风吹到了海南岛。鉴真自己也是被折腾得双目失明，但他依然坚持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随。鉴真真正成功来到日本是在公元753年的第6次渡海，
这一次呢，他没有选择自己造船，而是搭乘了藤原清河和阿倍中马旅的船队。虽然船队也遭遇了风暴，但总算老天有眼，鉴真坐着副使的船有惊无险地成功抵达了日本，在九州的博多登陆，然后被朝廷护送到了难波津，也就是今天的大阪。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日本举朝上下的热烈欢迎。754年，他在奈良得到封号传灯大法师和尊称大和尚。756年，他又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正规的戒律制度。后世把他视为日本律宗的初祖。759年，孝谦天皇更是让鉴真大师监督修建一座宏大的寺院，取名唐招提寺。为什么叫做唐招提寺呢？其实寺名最早叫做唐律招提寺，唐律是中文，就是来自大唐的经律。而招提这个词啊，其实原本是个梵语，中文译作四方，所以唐招提寺就是传播唐朝经律的道场。这里是唐招提寺的开山堂，里面有一尊鉴真大师的等身坐像，走，我们进去看一下。哎，这个地方有一个日本著名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给鉴真写的一个俳句：若ばして御目の雫脱ぐ幅や。你知道李白在中国的地位吧？松尾芭蕉在日本的地位就跟李白在中国的地位差不多。社长刚刚进到这个开山堂，看到了鉴真大师的佛像。由于不让拍照啊，社长就在这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啊，鉴真大师身披袈裟，双目闭合，唇含微笑，这是鉴真晚年的时候的模样，体现着明显的唐代写实手法。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坐像是2013年时制作的复制品，而原作呢是鉴真弟子们为了纪念他圆寂时而制作的，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同时也是日本最早的肖像雕刻，在日本美术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原作的鉴真和尚坐像是唐招提寺的镇寺之宝，被封为日本的国宝，平时收藏在唐招提寺的玉影堂内。人们只能在每年鉴真大师祭辰的前后，也就是6月5日到7日这3天，才有机会目睹其真容。哇，这个太吉祥了，蝴蝶双双飞啊！社长现在来到了玉影堂的门前，但是现在玉影堂正在修缮，进不去。在这个玉影堂里边啊，就有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鉴真和尚佛像的真身。等修好了，我们再进去看一下。社长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大家来日本旅游的话，可能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有形文化财，这就相当于中国的物质文化遗产。像大阪城的天守阁啊，就是有形文化财。然后比这个有形文化财更珍贵的叫重要文化财，而重要文化财中最高级别的才能被认定为国宝。其实我们刚才去的金堂、讲堂、钟楼、鼓楼、经藏、宝藏也都是国宝。可以说唐招提寺啊是一间国宝云集的寺院。在这个玉影堂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看的东西，是日本著名的现代美术大家东山魁夷。他在这个玉影堂里面的5个房间花了10多年的时间，画了68面的障壁画。在寺院的最深处啊，我们就来到了鉴真和尚的玉庙。来参观唐招提寺的人啊，总会被寺内的静寂宁谧所打动，而这里呢，就是整个寺内最让人身心沉静的地方。我们沿着树林间白沙铺成的小道向前，终点是一个8角形的木锁。公元763年5月6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弟子们将他埋葬于此，就是这个地方。站在墓前，静静地聆听风声和鸟声，你是否也和此刻的我一样，仿佛进入了鉴真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了温柔、包容、威严和宁静的并存呢？鉴真不仅让日本佛教走上正轨，后来成为国家宗教，而且在建筑、医药、书法，甚至是饮食等方面，鉴真都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把日本的文化提升了一个层次。他也被称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
从公元754年到达日本到公元763年圆寂，其实鉴真只在日本待了短短10年的时间。但是也就是这短短的10年，鉴真和尚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就在社长拍这个节目的时候刚刚有一对日本的老夫妇专门走过来跟社长讲，非常感谢你们，你们是中国人吗？还记得在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从日本送往中国的那些捐赠物资吗？上面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几个字，在当时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其实这也跟鉴真大师有关系。根据日本史书《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留学僧前往中国邀请鉴真大师时，还带去了朝廷赠送给大唐的1000件袈裟，袈裟上呢绣有长乌亲王的一首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积诸佛子共结来源。鉴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袈裟，被这首诗歌深深感动，才决定亲自东渡日本，开启了历史上中日文化交流最伟大的一次实践。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多么浪漫的一句诗！文化交流充满了碰撞、艰难和困苦，但同时，文化交流也像这首诗中的意境一样，像鉴真所选择的道路一样，终会成为一件浪漫的事情。正是因为有像鉴真这样为了传扬佛教、为了中日文化交流而倾尽心血、充满了坚强意志与献身精神的人，才让世界文明开出了美丽之花，留下了唐招提寺这个传世不朽的历史瑰宝。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我是社长刘洋，我们下期再见。